家好，我是 Judy， 欢迎您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入财务自由的目标。延续前3个星期，我们都在介绍伺服器这个产业相关的公司。那我们今天要走到伺服器的下游代工厂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微影6669这家公司。好，接下来我们请导播帮我们切下图卡的部分。那依照惯例的部分，我们先讲一下产业分析，让第一次来听这个 YouTube 这个影片的观众朋友有大概的了解。那首先我们在讲伺服器这个产业呢，其实你该把它想简单一点，它就像我们平常用的电脑一样，但是它是更进阶的大型电脑，因为它要更强的运算能力，而且它要海量的储存资料。那大家看，像 Judy 每个礼拜都至少会送一篇的YouTube 的影片上去，那是不是站在 Google 的立场，它就要准备非常非常多的伺服器？而且伺服器这个地方，像 Google 这种资料中心的话，它的那个一定是每年不断的去做一个成长，所以伺服器成长这个地方的需求，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强劲的需求。好，接下去我们看一下伺服器产业的状况。那大家也知道，从2022年开始，美国就做一个升息的动作。那升息的副作用是什么？全球经济会衰退嘛，所以在衰退的过程之中，什么大家就会为了省吃俭用，就会把支出做一个减少。所以在伺服器产业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它长期趋势是往上，不过业者受到了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一定在资本支出这个地方多少会受一些影响。所以说业者又有需求量，又要减少一些资本支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买比较便宜的东西嘛。所以包括了白牌供应商，像台湾这些业者 OEM 或 ODM 的时候，那法人预估在2023年的时候，它的市占在那个 server 这个地方是持续做成长的。可是呢，包括一些品牌厂商，包括了 IBM、Dell 或 HP 这些品牌厂商，因为它比较贵嘛，所以它的市占是往下衰退的。那目前主要成长的动力来自于 ICE， 那这个地方从2018到2022年，它的复合成长率有20%。那这些做 ICE 的，包括的云端运算的平台这个地方，它需要就是什么？伺服器嘛，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我们就知道伺服器的需求是源源不断的。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了 IC 设计的部分，也讲过了相关零组件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讲伺服器代工的部分，代工做完以后就直接出货给云端运算的供应商。好，那在伺服器产业呢，今年跟明年的大势就是说它有个换机潮。那除了 AMD 以外，Intel 这个地方呢，它的新的 server 的CPU 的平台叫 EagleString 呢，也预估2023年的第一季会做出货的动作，所以使伺服器这个产业这个地方呢，需求就会增加。好，那相关的产业分析，然后我们来讲到代工的微影的基本资料。那微影这家公司呢，它其实是伟创的子公司，它原来是它中间的一个就是事业部，那主要是负责大型资料中心跟客户，像Meta 就是 Facebook， 然后还有 Microsoft。那后来是因为越做越大，所以就分出来一个子公司。那它主要是提供开放式的伺服器，然后机架组装以及主机板设计生产服务。那 Facebook 跟 Microsoft 占它的营收比重比较大。那它是以 ODM 直接销售的模式来提供客户的产品以及服务。那这是微影的供应链。那我们现在看这整个供应链呢，我们先讲它风险的部分。它所要观察的风险就是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就是说半导体跟零组件缺货的话，那就会去影响微影。即使说它有满手的订单，但是没有零组件还有半导体的话，它出不了货，因为它是要到最后代工组装的嘛。还有原材料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原材料如果从高档滑落的话，它就会有什么库存的损失，还有它大部分都是以外销为主，汇兑的变化、损益变化这个地方也存在着营运风险。那接下去就是我们说的终端需求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大型资料中心啊，还有云端运算的平台啊，受到的经济景气变化的时候，会对他们的资本支出会做一个增减的变动这就是我们后续要观察它的潜在风险。好，当我们知道的微影大概的营运状况以后，我们一律的来看我们的所谓的财报分析的部分。那财报分析我们一贯就是
用 ROE 来跟大家讲。那 ROE 它有2个公式，第一个公式呢就是直接用税后净利去除以股东权利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去比较它每年或每季的变化。那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公式把 ROE 又细分出来，用净利率乘以总资产周转率跟权益乘数，然后去看就是说它 ROE 的变化是来自于净利率的增减，还是总资产的周转率的变化，或是权益乘数的变化，这样会更清楚。好，我们看一下微影的年财务状况报表，从2017年到2021年哈，我们可以看到它刚挂牌的时候，它的 ROE 是相对表现是这2017到2018年这时候的ROE 相对比较高。那这几年呢，就是恢复到正常平稳的状况。那获利情况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持续的稳定的去做一个成长，税后存益率这个地方也是缓步的做一个爬升，总资产周转率呢这个地方还好，就是维持在一定的区间。那或那个权益乘数这个地方变化也不大，好，就是说这2年变化比较不大。好，那接下去我们看一下它的季财务简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公司的负债比率比较高，是61.5%，所以说在利率往上走的时候，利息负担的部分会去影响到它部分的获利。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它在2023年的 EPS 一样是成长，不过它的获利成长跟我们之前讲的加着比较起来的话，它的获利成长幅度就会相对比较缓，是所谓的个位数。那微影这家公司是100%的白牌伺服器的那个代工厂商，然后受惠我们前面讲过白牌伺服器的市场占有率，因为比较便宜，所以是不是持续的做一个成长？那再加上这家公司2022年到2024年，它的总产能是不断的在扩增。那大型的云端业者啊，像 Facebook 啊，还有微软等，都积极的在扩充他们的资料中心。那小型的企业呢，也陆续的在建制自己的就是那个伺服器，所以伺服器这个产业长期趋势看好不变。好，那接下来呢，讲完了基本分析以后，我们看技术分析。刚刚已经分析过了，就是说它的利息负担费用比较高一点，然后另外它的成长力有限，所以在它整个股价表现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之前挂牌以后本来是呈一个 N 型的往上涨，然后接下去呢 N 型走完以后，它呈现一个回档。好，回档这个地方它已经跌破了1/2，那等一下我们再讲。那所以过去呢，它股价的本益比大概是维持8到22倍之间。那既然跌破1/2呢，大家常常看这张图，那跌破1/2呢，它就2种可能。第一种呢，就是说它的业绩非常好，然后以攻击就是攻击 N 型很迅速的过高，呈现45度。可是我们看它明年的业绩成长只有5%，所以你觉得这种可能性高吗？当然不高嘛，对不对？那它既然回档跌破1/2，然后业绩又是平稳的话，那我们认为就是说它走正常上涨 N 盘涨或盘整的格局，后市这个地方机会比较多。那大家后面观察的重点就是说，这种跌破1/2的股票要在往上走的过程中，很关键的就是有个叫什么末跌高。那如果它业绩转好的话，它末跌高这个地方一定会大量长红哈，突破，然后再展开45度的向上攻击。所以说，在末跌高这个地方还没有跌破之前呢，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格局就可以了。OK， 那这是我们为期4个星期以来做的伺服器的产业介绍。我们有告诉你，就是回档手1/2的股票，而且又迅速过高的，比如说嘉泽。这是第一种情况，也有告诉你，就是说回档守了1/2，可是在攻击的时候，因为今年业绩衰退比较平稳的川湖，那也跟你讲跌破1/2的，包括了信华还有微影这些股票。那当大家知道了以后，大概已经知道它目前后面的大概的走势，到底是走成功 N 呢，还是走正常 N 盘涨盘整？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介绍，你就可以知道，在一个趋势向上的产业，你该如何的选股了。好 ，OK， 那伺服器的产业就到此结束。那下一次我们要介绍什么产业呢？我们要介绍不锈钢里面的调钢业。那你说调钢业是什么呢？我讲一支你就知道了，像华兴1605，它股价非常强势，它在不锈钢的主力就是在调钢业的部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下个星期请你继续收看。
OK， 到了节目的最后，还是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OK，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喽，拜拜。